新任杭州知府高汉文高大人到。王命下，不似驾而行，紧赶慢赶，还是让各位大人久等了。1个月的路程，15天赶来，高府台的辛苦可想而知啊。高府台，请坐。忠诚大人，2个县还没有设座呢。省里议事从来没有知县与会的先例，定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干就是。你们下去吧。我说的话你们听见没有？下去。淳安全县被淹，建德半县被淹，几十万灾民还要改稻为桑，事情要他们去做，就应该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做。属下以为应该让2个县参与议事。给2位知县设座。看茶。大人，议事吧。浙江的事情，高府台在京里都知道了。你给朝廷提的那个以改兼镇、两难自解的方略，内阁也早用急递通告了我们。自本人以下，浙江的同僚们都是好生佩服啊！根据高府台的这个方略，我们谋划了好些日子，总算拿出了一个议案。下面你先看看吧，没有别的异议，我们明天就按这个议案施行。还有2个知县。各位大人，海知县，你先坐下。高知府，没有异议吧？有，这个议案和朝廷以改兼镇、两难自解的方略不符。哪里不符啊？这个议案只有方略的前4个字，没有后4个字。这不是翰林院，你能不能把话给我说明白点儿？好，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些。就在不久前，也有人问我，提出以改兼镇、两难自解的方略，有没有想过，稻田改了，灾民今年的荒野似乎度过了，可到了明年，淳安、建德2县的百姓田土都贱卖了，还要不要活？开始我心里也不痛快。千年田800主，没有不变的田地，也没有不变的主人。让那些有钱的大户出粮把灾民的田买了，然后改种桑苗，既推行了国策，又赈济了灾民。国计民生，兼则两全，偏则俱废。这就是我当时提出的以改兼镇、两难自解的初衷。
可看了这个议案，我有些明白了。如果照这个议案实行，明年淳安、建德两县的百姓将无以为生。因为这个议案通篇说的都是让那些丝绸大户赶快把田买了，赶快改种桑苗。至于那些买田的大户会不会趁灾压低田价，卖田的百姓田地卖了之后能不能过活，这里是一字无有。请问忠诚大人还有诸位大人，他若真出现了买田大户压低田价，10担1亩、8担1亩，百姓卖是不卖？官府管是不管？倘若不管，那鄙人在朝廷提出了两难自解，便只解了国计之难，反添了民生之难，且将酿出新的治乱之源，就不是两难自解了。因此，属下认为这个议案要请忠诚大人和诸位大人重新议定。买田卖田是买主和卖主的事，这高府台也要管吗？倘是公价买卖，官府当然可以不管。什么叫公价买卖？丰年50担稻谷1亩，欠年40担稻谷1亩。今年淳安和建德遭了灾，也应该不低于30担稻谷1亩。如果30担1亩，在淳安和建德便买不了50万亩改稻为桑的田。今年30万匹丝绸还要不要咱了？我不明白，30万匹丝绸的桑田为什么一定要压在2个受灾的县份去改？还有那么多没有受灾的县，完全可以买田去改啊！哼，那些县份要50担1亩，谁会去买？改成桑田，1亩田产丝的收益本就比稻田产粮要高，50担稻谷1亩，怎么就不肯买？你可以这样定，但现在官仓的赈灾粮已发不了5天了。5天以后，如果那些买主不来买田，饿死了人，是你定罪还是谁定罪？谁的罪，朝廷自有公论。放肆！忠诚，一个知府如此目无上限，搅乱纲常，我大明朝有律例在，你参不参他？不用参，你们现在就可以免我的职。还有我，忠诚，照此一案，卑职也难以实行，望忠诚一并连卑职也免了吧。既是议案，当然可以再议。高府台还有2位知县，事情要靠他们去做，他们自然要能够做得下去。可你们是新来乍到，浙江的许多情形尚不知情，比方说，要改多少亩田，才能完成织造局今年卖往西洋的50万匹丝绸？现在漕运的粮食上又能运来多少粮？那些丝绸大户又能拿出多少钱来买粮？这些都是难题。这样吧，高府台和2个知县明天都了解一下详情，后天上午我们再议。散了，散了。告诉你们老板，弄得不好，就准备30担稻谷，买1亩田吧。回纥大人，小人们可以去找，可这么晚了，我们老爷也没说去哪儿。万一一时片刻找不到，大人们又在这里等着。我们就在这里等。是。你说说这个小阁老啊，
还有罗大人、燕大人，他们搞什么名堂？什么人不能派？派这样一个人来搅局？还有那杨公公，都火烧屁股了，还赖在北京不回来。照这样下去，干脆改稻为桑，就不用改了。每年要增的30万匹丝绸，自己织就好了。这个话说到这里就打纸。什么不改了？什么叫他们去织？真有胆，你现在就给小阁僚写信，把这些话都写上，或者等杨公公回来，你当面跟他说。这个时候你来干什么呀？郑大人、何大人都来了，正在作坊客厅等着老爷呢。那你得等着。哎呀，他们发好大的火，好像是买田的事出了差错，急等着老爷商量呢。好吧，你先糊弄着他，我想办法插空让老爷知道。那你可得快着点，快去吧。茂才呀，整个浙江，除了我，也就是你了。遇到事情就这么沉不住气呀？啊？我这个巡抚，你这个聂台，在浙江还是个官，可事情闹砸了，捅到朝廷，你我和马宁远没有什么两样。你们老板的田还要不要了？人都死绝了。那个李玄临死的时候说：“你让他死得值了。”你是怎样让他死得值了呢？能让一个太监如此销魂，也不枉我花20万两银子买了你。哪里去？织造局，回到太监们那里去。你知不知道杨金水这个织造局的织造只能当1年了？我当然知道。从17岁，你把我送给他，扳着指头，我帮你伺候他，已经1500天了。1年后他回京了，如果你还让我活着，我也会到姑子庙去。你的母亲和你的家人也要到姑子庙去吗？忘了这根弦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会再碰你一下。你得将那天晚上如何伺候李玄做一遍给我看。你真要看吗？你做你的，
看不看是我的事。我做不了。太贱了，是吗？是贱。那你明知道贱还是做了，所以贱也得做。两个人做的事，让我一个人做得出来吗？如果你真想知道怎么贱，你就学一回李玄。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说？郑大人、何大人都在作坊等着老爷呢，说是买田的事儿有些变化。告诉他们，要发财，自己买去。滚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要我学李玄？你学不了。我还真的想学呢。怎么做的？李玄把我当成天人，你把我当成贱人。来，来，不要碰我！你刚才说过的，从今天起，不会再碰我一下。我是你花钱买的，我的命还是你的，可我的身子，今后你不能再碰。你有花不完的钱，南京、苏州、杭州也有招不完的妓。好，我确实有好些花不完的钱，宫里的、官府的，还有南京、苏州、杭州那些院子里的妓女等着我花呢。我现在就给他们花钱去。杨公公还得几天才回来。既然你的命是我买下的，这几天你就给我待在这儿。我告诉你，从我买下你那天起，你就不是什么天人，良人也不是，你只是个贱人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，让二位大人久等了。有几只船粮从江西那边运过来，在过境的里卡上卡住了，每船要50两银子的过卡费，底下人不小事，非要问了我才肯给钱。没拿这张赈灾的公文给他们看吗？革了省，公文可不如钱好用。给江西巡抚衙门去个函。都养的什么鸟才？算了，多不过1万两银子的事，犯不着伤了2省的和气。啊，那就说大事吧。
我们那个议案被新来的知府给顶住了。小阁老举荐的那个高汉文，是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低于30担稻谷1亩田就不能买卖。我和忠诚算了一下，照他说的这样去买，50万亩，每亩多20担，就要多1000万担粮，也就是700万两银子。要真是这样，我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这还是明账，真要照30担1亩买，在淳安和建德就买不了50万亩田。要是到没遭灾的县份上去买，得50担1亩啊！倒水。是。郑大人，你接着说。把这个算上，不增加1000万两以上的银子，今年50万亩改稻为桑田就会泡汤了。怎么回事？也不盯着点儿。赶紧把茶换了。是。那个高汉文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哼，还不是既想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。打一张10万两的银票，我看什么事都没了。那好，我立刻给他开银票。议事就议事，不要置气。这个人在理学上有些名气，可骨子里功名心比谁都重。小阁老这才派了他来，也是为了堵朝廷里那些清流的嘴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明里给他钱，不会要。以2位大人的威权压他不住。一个知府有什么压不住的？他是小阁老举荐的，医改监制的方略也是他提出的。他要不认我们的账，捅到京里啊，不要说别人，就连小阁老也不一定都会听我们的。那就要他认我们的账，或者干脆让他闭上嘴。2位大人对这个高汉文还知道多少啊？罗龙文罗大人给我写过信了，说此人诗和词都写得不错，出身苏南世家，对音律也还精通。那个议案能不能晚一天再议？这个忠诚大人早想到了，决定后天再议。有1天就行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没有赚不到的钱，也没有杀不死的人。只要2位大人拿定了主意，我就能让他在后天议事的时候改口。能让他改口，我们有什么不愿意？你有什么想法，说出来。如果要用这一类的法子，我看用在这个人身上不合适吧。忠诚大人就是忠诚大人，我要是把假的做成真的呢？他是小阁老举荐的人，我和忠诚大人干这样的事，恐怕小阁老那里无法交代呀。要2位大人出面，当然不合适。要是让织造局的人出面，要宫里的人出面呢？
那行，那这个人就交给你去办。但忠诚大人总得发句话，要他来见我吧？以什么名义叫他来见你呢？明天就以了解织造局丝绸行情的名义叫他来见我，其余的交给我来办。这个我可以去叫他。对，还有那2个新任的知县，都不是善茬。收拾完高汉文，我来收拾这2个。2位大人先请坐，我去通报高大人。高木兄啊，请坐吧。高木兄啊，也织1、2套绸衣吧。为什么？否则我们俩这样出去啊，你倒像个长随。哦，那我就做你的长随。啊，不，这折我的寿了。论年齿，刚峰兄也大我几岁呢。若不嫌弃，明天分手时，我送你2套。不，我只穿布衣。我唐突了。哎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海南天热，没有人穿绸，穷乡僻壤，习惯而已。至于说到长随，也没有什么年齿之分。你比方说高福台，只要他是一心为了朝廷，为了百姓，我们都可以做他的长随，也未尝不可。刚福兄，我也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哎，那为什么要扯到衣服上去？啊？哎，饭要吃，事要做，衣服也要穿嘛。我只穿布衣。2位久等了。啊。走吧，请。禀大人，忠诚大人派轿子过来了，说是请您去看看丝绸。那边都准备好了，单等大人您过去。请你回忠诚大人。上午我要和2个县的老爷去看粮食的行情，丝绸什么时候看都不着急。这话小人可不好回，因忠诚已经通知了织造局，织造局那边的人在等大人呢。既然是织造局的事，我得去。2位就请先去粮食吧。宫里每年用的丝绸有1半就是这里织的。嘉靖32年前没有海禁，运往西洋的丝绸也有1半是出自这里。您再看看这边，高大人，这里太吵了。我看还是先带您去看看绸样。高大人，请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在这里看绸样？以往西洋的客人看绸样，都是到这里来看。2个高人在这里弹广陵散，让西洋的客人看绸样。琴声绸色，皆乃我天朝风采。跟西洋人做生意，
不只为了多卖丝绸，将口碑传到异邦，也是我织造局的职责。高大人如此深通音律，在下就更好向高大人详细回话了。大人请看，这种丝绸在西洋卖得特别好，名字很俗，叫四季花开，可是他们偏喜欢。大人再看这段绸联，大人，这段绸联叫做富贵逼人。可惜呀，不知大人说的是什么可惜呀？广陵散错就往往错在这个地方。嵇康本是安徽人，一生放浪形骸，蔑视权贵，却为何做官魏国，因华夏齐地。邙山在这里，他的魂生前早就交给邙山了。邙山在五音中属于厥音，临行弹的自是厥音，弹成思乡之商音，岂不大错特错？听了大人这番高论，鄙人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大人可否赏脸？请讲。请大人指点指点笔触这位琴师。你有福，遇到高人指点，好好请教吧。我从头弹，请大人指点。高翰文本是苏南书香大户，从小骨子里便受了太湖流域富庶书香子弟进则理学，退则风月的熏陶，加之聪明过人，与夺取染墨不只擅长，而且酷爱，只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走了仕途，才挹注了这个心思，把那些吟风弄月的才具用到了程朱陆王身上。沈一时也正是凭着对当时这种风气的把握，才把他带到了这里。雅人会因清高而不合污，却绝不会以清高而拒雅致。刚才大人说，这段应该是厥音，我明白了大人说的意思，但所有的曲谱上都没有记载，请大人指教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大人，当年嵇康临行前弹广陵散，3000太学生围听，竟无一人领会，以致嵇康有那句广陵散从此绝矣的千古之叹。前几年也曾听一些琴友谈起，广陵散只能一个人弹，一个人听，多一人便多一分杂音。后来我们试过，果然如此。今天真人到了，指点了直下这位琴女后，
在下还有好多话要向大人请教，不知在下有没有这份福气啊？我能冒昧问一句吗？大人请说。你在织造局当什么差事？平时和织师们琢磨一些新的花纹图案，主要还是和外部商人谈谈生意。可惜啊，知下失礼了，忘了跟大人说明。她叫芸娘，我的亲侄女。长兄长嫂早年亡故，我只好把她接过来带在身边，叫她乐曲琴艺。心养高了，不愿嫁人，等闲的我又不好委屈她。暮去朝来，20了，竟成了在下的一块心病。难得，也有恶嫖，岂是雅谈之事？我们还是谈谈织造局丝绸的事吧。好好琢磨高大人的指点。刚红兄以前来过江南吗？啊，没有。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，刘永科甲落地，奉旨填词。游遍东南形胜，反倒是福啊！我宁愿待在乡野。天朝大国若没有了这些市镇，乡民种的桑棉麻便没有卖处。你说的当然有理，我只怕富者越富，贫者越贫。均贫富是永远做不到的事，我们尽量损有余补不足吧。哼，难怪你总要送我绸缎衣裳。实不相瞒，我家也有700-800亩田地，比你的家境好啊。但愿你这个劫富济贫的官儿不要到我们那里去做知县的。哎，你放心，1毫奖也移不到你这个几百亩的小田主身上。好啊，太好了！干完除安这一任呐，我跟坛子里说，让他和上面打个招呼，让吏部把你调到我老家那个县去，怎么样？你太高看我了，能不能走出淳安县还不知道呢。哎，梁川什么时候开市？一般都是辰时末巳时初。放！快点儿，救粮食！快点儿！快救粮食！快救粮食！快！这些把粮食卖下去！快点儿！不让我们活了！你们全都给我跪下！听见没有？跪下！是你们的！再不跪下，全部打死你们！跪下吧！跪下！都不要跪！不要跪！起来！我明明犯法！起来！起来！过去说。长官大人，我们都是淳安的灾民，家里遭了大灾，每天都有人饿死。乡亲们凑了点钱，到杭州来买些粮食，为了回去救命啊！抓起来！快救粮食！救粮食！找死！大柱，抓了他！大柱，太不像话了，太过分了！你们，大柱，你说，大柱，你们是哪个衙门的？聂司衙门的，奉命抓贼。他们都已经说了是灾民，买粮自救，你们还要伤人抓人，就不怕有人告了上去？你是哪个衙门的？用得着你来多管闲事？我是新任建德知县。我们是灾民，这些人全是淳安的。我是奉省里的命令办差，你大人还是去管建德的事去吧。那这个事就该我来管了。我们是淳安的灾民呐！
你说他们是贼？什么贼？那贵驾是？不要问我是谁，回我的话。巡抚衙门有告示，这一段禁止买卖粮食，私贩粮食一律要扣船抓人。我们不是贼。不久前我刚从巡抚衙门回来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禁令？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。我是奉省里的命令办差的。那就行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该我管。叫你的人都退下去，退回去。那恐怕不行。要退兵，得有聂司衙门的命令。过后，我和你一起到聂司衙门里去说。听见了？等一会儿，我们跟你一起去聂司衙门，让他们赶紧退下。你真是淳安县的灾民？是，我是淳安的桑农，叫齐大柱。好，我看你这个官是不想当了。你买这些粮真的是为了回去救人？大人，收队。淳安的田价已经被他们压到8担1亩。我们买这些粮食，是为了给明年留条活路啊！民不与官争，你把乡贤和船都带回去，这里的事我来管。把他扶上船去。好，快！大人，我想问一句，您是谁？我叫海瑞，是你们淳安的新任知县。来，起来，此处不是见礼的地方，起来。过几天我就会到淳安，你们现在立刻回去。谢大人。走吧。把粮食搬上船。走，把粮食搬回去。粮食。不是说只有巡抚衙门能免你们的职吗？那好，你们就在门房待着，等着免职吧。得，又没得茶喝了。能跟润莲兄在一起，便是我的福。请。哎，那人是你放的，你先请。郑大人，郑大人，老郑，喊什么？喊什么呀？哼，又怎么了？高汉文那边还没有摆平，2个知县又公然跟任上的刁民联手，跟省里抗命。任他们这样搅下去，田还买不买？过了6月，桑苗也不要种了，干脆把他们免了吧。你说怎么免他们的职？你是巡抚，给朝廷上奏书，叫他们停职待参。我回去马上挂牌，先让2个县的县城署理知县。免吧。海瑞、王用吉一起免。啊，要能够连高汉文也免了。高汉文恐怕免不了吧？是不是老沈那边传消息，高汉文不上套啊？老沈那边没消息。经理倒是有信来了。现在田还能不能买？改稻为桑还能不能施行？我也不知道了。信在哪里？怎么说的？有内阁的，也有宫里的，都是刚到的。啊，你先看看罗龙文罗大人是怎么说的吧。茶。
淳安和建德两个知县，也都是誉王给吏部举荐的。啊，杨公公的那封信你也看看吧。大人。搁着这么大的事等他回来办，他却留在京里不回来。哎，这他什么意思啊？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了。一个新任的知府是小阁老举荐的，一到任就跟我们对着干。两个知县是誉王推举的，也跟我们对着干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杨公公也躲着不回来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朝廷已经乱了，他们在上面拿着刀斗，却都看向浙江。老何啊，你现在要是有办法把我这个巡抚免了，我让给你做。中丞，是你过虑了。朝廷落下那么大亏空，这才想着在浙江改道为桑。改不了，朝廷也过不了这关；改了，我们便没有错。胡宗宪不就是因为反对这个国策，才丢掉了这个巡抚的吗？一个知府，两个知县，哎，不管他是谁举荐的，还强得过胡宗宪去？到现在你还认为胡宗宪吃了亏？哼，胡宗宪高明啊！原来我们都认为他是官做大了，蛮憨了，不识时务。现在看来，你和我连胡宗宪的背影都摸不着啊！你说的这些话，我有些糊涂。我也糊涂。可回头一想才明白，胡宗宪早看出朝廷在浙江改道为桑是步死棋，这才用了苦肉计，不惜得罪阁老小阁老，为了就是金蝉脱壳。现在好了，朝廷上了他的当，把他的浙江巡抚免了，我接了这个巡抚，你升迁了布政使，反倒都傻傻的像捧了个宝贝。呵呵，现在就是想回头，也回不了了。老郑，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些？还要怎么明白呀？朝廷落了亏空，担子都在阁老和小阁老身上。补了亏空，阁老和小阁老还就能接着干几年；补不了亏空，皇上一脚就踹了他们。现在，誉王还有他背后的那些人，就是想着法子要浙江的改道为桑搞不成，为的就是扳倒阁老和小阁老。到那个时候，最先遭殃的不是别人，是我啊，还有你。哼，阁老小阁老就该往死里搞，搞成了他，怎么还会派个人来撤我们的肘呢？原来我也这么想，只要搞成了，给国库里添了银子，一郡遮百丑，阁老小阁老他们过了关，我们也过了关。但从昨天高汉文的态度，麦田的百姓田地卖了之后能不能过活，这里是一字无有。什么人不好派呀？派这么一个人来。今天我算想明白了，那都是因为背后有誉王那些人的压力。后来被胡宗宪一搅和，打小阁老那里就乱了阵脚。又要我们干剜肉补疮的事，还得派个郎中在边上看着，又要补亏空，面子上还得光堂。
说穿了，就是要我们多出血。买了田，改了桑，老百姓还不闹事，然后赚了钱，一分一厘都交上去，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啊！那就让他们竖牌坊，哼，我们当婊子好了，大不了不在里面分钱就是了。要是能做婊子，我也认了。现在只怕连婊子都当不了了。我们不分钱，那宫里和朝里的那些人要不要分钱啊？啊？还有，真要照高汉文还有2个知县那样的搞法，啊，30担1亩，50担1亩，那沈一时也不会愿意拿出这么多钱来买田呢。每年增30万匹丝绸的事做成做不成先不说，今年和西洋的50万匹生意便泡汤了，都5月末了，再折腾，拖到6月、7月，该到围桑都脱黄了。到那个时候一追究，毁地淹田的事情也会暴露出来。为了把自己洗干净，小阁老他们，啊，还有制造局，都会把事情往你我身上推。等着吧，老何，囚车早就给你我准备好了，你和我就等着见送京师吧。那就都往死里走！他们是在朝廷里拿着刀争，我们也不是砧板上的鱼肉，要搅就把水全部都搅浑了，到时候他们想要动我们，我们也会让他们连着骨头带着筋。怎么把水搅浑？高汉文不是小阁老派来的吗？嗯。海瑞和王用吉不是誉王派来的吗？嗯。我们就用他们派来的人去改，10担1亩，8担1亩，逼着他们去改。高汉文的态度你昨天都看到了吧？是，老沈正在套他，可入不入套还不知道呢。海瑞和王用吉更不可能按我们这个意思去做。那现在只有走一步，献棋。过来，过来。你说，什么献棋？通倭。老何，你疯了！通倭可是灭门的罪呀！不是我们通倭，是让他们通倭。那他们怎么会通倭呀？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马宁远抓的那个人？那个淳安桑民的头？对，那一次踏苗的时候闹事，马宁远就是以通倭的罪名抓的他。后来胡宗宪把他给放了。听手下人说，今天在码头上被海瑞放走的又是这个人，就是他带着淳安的刁民四处买粮，煽动百姓不肯卖田。这几天那伙人一定还会四处买粮，想个法子让他们到倭寇那儿去买，连他们带倭寇一起抓住，做成个死局，到时候让海瑞去办。这些账册，连浙江巡抚也不能看。那我就不看了。我也没有叫大人看，只是有些事想让大人知道，是为了大人，也是为了鄙人自己，一点思念而已啊。这样吧，大人也不要看，我念，只捡这2年当中最紧要的几处念。
我呢，只当念给我自己听，大人呢，只当没听见。嘉靖39年5月12日，新丝上市。6月，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织造坊所织上等丝绸10万匹，借送内廷真公局。嘉靖39年7月9日，上等丝绸5万匹，中等丝绸10万匹和松江上等印花棉布10万匹，借送工部，已被皇上赏赐藩王官员和外藩使臣。嘉靖39年10月6日，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织造坊与西域商人商谈20万匹丝绸贸易，折合现银220万两，悉数借送内廷丝药库，注：无需向户部入账。沈先生，嘉靖40年2月，接司礼监转上谕。该年应天浙江所产丝绸应贸与西洋诸商。上年所产12万匹丝绸悉数封存。3月，又接司礼监转上谕，将上年封存之12万匹丝绸特借10万匹火速押运北京，赏裕王妃李侯家。南京、苏州、杭州3个织造坊，应天、浙江2省那么多作坊，每年所产的丝绸，加上松江等地的棉布，如果有一半用在国库，也能充我大明全年1/4的开销。可是丝棉每年产，每年还缺。今年朝廷又提出要增加30万匹的织量，这才有了改稻为桑的事情。听了这些，高大人应该知道。沈先生告诉我这些是为什么？刚才不说了吗？一点思念而已。说句高攀的话，我想交大人这个朋友。昨夜巡抚衙门通告，叫我今天陪大人了解浙江丝绸的情形。当时我并没想到要跟大人说这些。一番琴曲之谈，知道了大人就是精解音律的苏南那个高公子，我这才动了心思。记得当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下了狱，仁宗要杀他，宣仁皇太后一句话，灭高人不祥，就这一点念头，救了苏东坡的命，才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多少千古名篇。大人，不是恭维你，我不想像你这样的大才卷到官场的漩涡里去，损了我们江南的斯文元气。沈先生的意思是要我做什么？浙江官府有郑大人、何大人，织造局这边有杨公公，这些话原不是该我说的。所谓白头如新，青盖如故。如果大人认我这个朋友，请说。赶紧让淳安和建德2县的灾民把田卖了，在6月就把桑苗插下去。做成这件事，大人在浙江也不用再待了。沈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同意浙江巡抚衙门的奏议，让灾民10担8担1亩把田卖了。箭在弦上，不按这个议案，改稻为桑今年就万难施行。到时候朝廷第一个追问的就是大人。如果是那样，朝廷就不用我来了。高某在朝廷提出了以改监镇2难自解的奏议，其意就是为了上解国难，下纾民困。感谢先生担着干系告诉我这些内情，但倘若我因为知道内情，便一任数10万灾民明年失了生计，则高某把自己的前程看得也太重了。告辞。我说一句话，请大人先行恕罪。请讲。说轻一点儿，大人这是不解实情。
说重一点儿，大人这是书生之见。